作为文明的馈赠，社会福利制度因这样的逻辑诞生：由政府向全民提供保障，以确保人们能够维持基本生存和发展。福利通常包括以下几种：医疗、住房、教育和其他保障。诞生数十年来，现代福利制度已广泛分布于全球，其中以西北欧国家的福利最为优越。福利好，生活好好好哟。但今天，我们聚焦于东亚，细致剖析中国的福利以及它所呈现的特点。中国福利大观。福利虽经政府分配，但政府不能创造财富。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福利的本源还是民众的钱包。先看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的财政收入。2011年，中国财政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，其中90%都来自税收，支出更接近11万亿。但庞大的支出真正能用于福利的并不多。2011年，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只有1万多亿，仅为全部财政支出的10%。它们则包含以下类别：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方面的福利支出，总和还不到财政支出的10%。当然，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支出。整体看来，中国的福利支出虽然在不断增长，但实际支出占政府支出的不足30%。而在福利不高的美国，2010年福利支出则占全部政府支出的59%。除财政支出占比过小这一问题外，还有一些更残酷的事实，便是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。说到底，社会保险制度就是资金转移的游戏。养老保险是资金从年轻人往老年人转移，医疗保险是资金从健康者往病患者转移，而失业保险是资金从就业者往失业者转移。但在中国，这个游戏却有些失控。以养老金为例，数据显示，2011年中国养老金收不抵支的省份有14个，个人账户空账额突破2万亿元。这意味着，今天我们上缴的养老保险金，到老了可能就是一张空头支票。一面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用缴纳1分钱，全部由国家代缴，便可享受高额养老保险；另一面，普通企业职工则需要自掏腰包，拿出收入的28%，为前面提到的资金转移买单。退休后的待遇也与公务员相差悬殊。在领取养老金的被访者中，最低金额为200元，最高为1万元，待遇最高相差50倍。农民工的问题更为特殊，由于工作地与户籍登记地之间的分割，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既难以融入城市，又享受不到新农合等农村福利保障。据调查，有98.6%的农民工认为，他们没有享受到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福利。社会是个食物链，弱肉强食难以避免，但文明的规则既然创造了福利制度，弱者便该获得基本的保障。本应是取富济贫的福利制度，却在各种双轨制的影响下，呈现出越是强势群体福利越多，越是弱势群体福利越少的独有特点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忽然可以抬起头骄傲地宣布，幸存于无数人竞争的国人，势必会成为世界最强物种。